冰箱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作为咱们日常生活中食材存储和保鲜的重要电器，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。而纵观现在的冰箱市场，产品鱼龙混杂，价格参差不齐，这也导致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买到了并不实用的产品。花了大把血汗钱买回家的冰箱，没用多久就出现结霜、耗电、噪音大以及食物串味等诸多问题。我家这些年也换过3台冰箱，本期结合自己的使用体验以及冰箱的选购技巧，告诉你5种不建议选的冰箱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成功避坑。1. 不选制冷冰箱。制冷冰箱就是我们俗称的有霜冰箱，相信家里的老一辈人对它都不陌生，在90年代基本是每个家庭的标配。制冷冰箱的优势在于，首先是价格便宜，1800块就能买得到。另外，它的结构简单，工作稳定，理论上来讲，只要它的压缩机不坏，用个20-30年都没问题。像我老妈家那台就是老款的制冷冰箱，至今服役20多年了。但是它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冰箱内结霜，用久了冰霜会越来越多，需要定期去清除。另外就是它的制冷效率较低，始终没办法把冰箱做大，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还在售的制冷冰箱大多是小3门款式，容量一般较小，因此不建议大家选择制冷冰箱。现在的风冷冰箱不但制冷效率更高，而且可以做到冰箱内无霜，并且能把冰箱做得很大，更能满足日常大量储物和食物保鲜的需求。2. 不选小容量冰箱。以我换过3台冰箱的经验来看，冰箱在有足够摆放位置的前提下，买大不买小，容量越大越好。千万别相信什么按需购买，觉得家里人口少就买个小容量的。事实上你会发现，就算家里2口人，买个大容量冰箱也是很有必要的。拿我家来举例，刚结婚那会考虑平时就2个人用，就选个小容量冰箱，结果登入住后发现根本不够用，平时的剩菜剩饭和水果饮料就能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更何况是逢年过节了。那个时期日常扔东西已经变成了常态，不但可惜还很浪费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不论家里几口人，买冰箱至少400升以上。再者说，大家都经历了疫情时期，时刻都有囤菜的需求，小容量冰箱根本没办法满足。3. 不买双开门冰箱。市面上的大容量冰箱一般为双开门、十字对开门、多开门这几种款式，其中双对开门冰箱颜值高，容量大，且价格相对便宜，曾经红极一时。我家第2台买的就是双开门冰箱，结果实际体验感很差，根本达不到预期。双开门冰箱看着挺大，但实际上内部设计特别不合理，只有2个分区，左边冷冻，右边冷藏，中间还被隔板分开，实际上单边特别窄，尤其是冷冻室那边，连个整条鱼都放不下，更不要说逢年过节的，你想放一些带骨头的大块肉类，根本不可能。而且我发现双开门冰箱还很耗电，因为双门冰箱只有2个门，只要开门就相当于整个区域裸露出来，冷气流失很大，冰箱只有不停的工作才能达到之前的制冷效果，无形中就增加了能耗，所以不建议大家考虑双开门冰箱。反观不论是十字对开门还是多门冰箱，都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内部的设计空间更加合理，宽度够长，可以满足大块食材的摆放，且多门款式制冷效率快，不会增加能耗。4. 不选单循环冰箱。目前市面上风冷冰箱的循环系统大致分为单循环系统、双循环系统以及多循环系统3种，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。单循环系统是一个蒸发器加一个风机，负责把冰箱内的冷气循环到各个角落，这就导致食材容易串味，而且冷藏室需要温度时，冷冻室被迫制冷，还会出现冻伤食物的问题，所以不建议大家购买。而双循环系统就是包含2个蒸发器和2个风机组成的制冷循环系统，它的优点在于冷藏室和制冷室各自独立，控温更精准，而且分别独立循环，食物相互间不会串味，冰箱的保湿效果也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商家说双循环冰箱，你一定要问清楚是双制冷循环还是双风露循环。双制冷循环的冷藏和冷冻是2个独立的制冷系统，相互之间不会串味，更省电。但是双风露循环冷藏和冷冻是同一个制冷系统，只不过有2个风机在吹风，避免不了会串味，效果完全不一样。总体来说，
从控温和制冷效果来看，双系统双循环优于单系统双循环，优于单系统单循环。那多循环系统就是冷藏和变温两者独立，但价格贵，容量还小，相对来说性价比不高。5. 不选高能耗冰箱。要知道，冰箱不同于其他电器，像洗衣机、空调、热水器，只有在日常使用时才耗电，而冰箱常年24小时工作，一直处于用电状态。因此，如果买了能耗高的产品，后期每年交的电费必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冰箱是否耗电，主要受冰箱自身的能效等级影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1级能效冰箱最省电，像我家那台就是1级能效的，日均综合耗电量标注为 0.56 度天，而同型号同容量的冰箱2级耗电量是 0.78 度天。其实两者日均耗电量相差并不多，但1级能效冰箱的价格一般来说会比2级能效冰箱贵几百块，所以在我看来1级能效冰箱最省电不假，而2级能效冰箱性价比更高，那高于2级能效等级的冰箱就不建议大家买了。之所以能耗高，也是因为冰箱自身的压缩机也很一般，像标记为3、4、5能效等级的冰箱，不但日常耗电量大，而且冰箱的使用寿命也不长。总结一下，首先选冰箱要买风冷的，风冷不结霜，制冷更均匀。其次，在价格可以承受的范围内，要选个大容量冰箱，可以满足日常的囤菜需求。款式的话，更建议大家选择10字门或多门冰箱，空间储物不受限制。另外，想要保鲜效果好，食物不串味，就要选择双循环制冷系统的冰箱。至于节能省电方面，选择1级或2级能效等级的均可。冰箱作为常见的家用电器，已经是家家户户生活中的刚需家电了。纵观冰箱市场，价格高低差别很大，质量也是良莠不齐。不知道大家购买冰箱时是优先考虑价格，还是更关注品质？在这之前，小东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说，高端冰箱和普通冰箱相比，差别只是智商税。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对于冰箱来说，价格的不同对后期使用上到底有什么影响？这一期小东就拿我家用过的2000多和1万多的冰箱做一下对比，客观的说说两者的区别。我家原来花2000多买的冰箱是一台3门款式，容量只有200多升，而现在花1万多买的这台是款多门冰箱，同样的占地面积，容量却大到400升，空间利用率非常高。分析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冰箱材质上的选择大有不同，特别是对于冰箱保温层上的用料，高价冰箱更为先进，从而让冰箱的体积上更加轻薄，保温性能也更加出色。要知道，家里的厨房是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同样体积大小的冰箱，容量越大，就意味着能储存更多生活中需要存储的食材，所以说这也是不同价格冰箱带来容量上的差异。再来说说两台冰箱温区上的差异，这个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。我家那台2000多的冰箱只有冷藏区、冷冻区加一个软冷冻区，3个温控室，而且温控可调节范围只有0度左右。而这台1万多的冰箱，除了有常规的冷藏和冷冻区以外，还增加了多个温区，温度可调节的范围也不一样了。比如果蔬室可以在4度和零下8度之间调节，冷冻室最低可调节到零下20度。这就意味着家里的蔬菜、水果、冷冻食品，甚至是冰淇淋，不管什么样的食物都会有合适的温度跟它对应。毕竟不一样的食材需要在不同温度下存储效果才最佳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海鲜加工品或者是肉类、鱼类这种不宜解冻的食材，给它们一个适合的温度存储，做出来的口感是不是也更加新鲜？反观我家那台低价冰箱，这类食材几乎都放在一起，想要有精准的温度存储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众所周知，冰箱的保温性能主要依靠它的制冷方式。像我家那台低价冰箱，不仅容量小、温区少，而且制冷效果也不好。它的制冷方式是直冷的，虽然价格便宜、成本低，但温控能力差，尤其是冷冻区，经常会结冰霜。起冰霜严重的时候还会结冰，厚厚的一层很让人苦恼。我还曾试过拿菜刀去除霜，而现在用的这台高价冰箱，采用风冷双风道的循环方式，不仅制冷速度快、控温精确，而且不会结冰霜。相比于直冷式的，对食材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
当然，有的朋友会说，风冷冰箱也有2、3千价格的，但这个价位的风冷冰箱，大多数采用单风道制冷循环，有食材易风干、串味的毛病。大家在选购空调的时候，经常会听到定频和变频的说法。其实，不同价格的冰箱压缩机也会不同，价格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冰箱的压缩机是定频还是变频。这两者使用时间越长，越能体验出使用上的差异。就拿我家的低价冰箱来说，因为是定频压缩机，所以会经常启停，因此在运行中会产生一些噪音，用一段时间还会时不时的出现异响。而这台高价冰箱，因为的变频压缩机运行时噪音很小，甚至察觉不到它在工作。除此之外，两台冰箱的工作效率也大不相同。比如在节能方面，定频压缩机频繁启动势必会更加耗电，而变频压缩机不仅省电，而且温度可保持恒定，食物保鲜效果也好。单从外观上来讲，两者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。像我家那台贵的冰箱，在卖场看到的第一眼就会让你感觉特别高端，无论是外观颜值，还是颜色的光泽自然感，以及每个边角都和低价冰箱平庸外壳不同。这一点也很好理解，毕竟高端冰箱还有设计成本，多数都是设计师量身打造的。仅从材质上来看，就差异明显。我家那台低价冰箱就是塑料外壳加金属面板，一眼看过去很廉价。而现在这台高端冰箱不仅升级为钢化玻璃面板，而且还是触摸开关设计，非常符合我和家人的审美需求，根本无法拒绝诱惑。冰箱品牌不同，带来价格上的差异也很明显。这次换冰箱的经历，我是深有体会。原来的那台是国产品牌冰箱，优势就是价格实惠。反观现在用的进口品牌冰箱，虽说体积小，容积率高是它的优势，但万元以上的价格，品牌溢价也比较高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相同技术、相同功能的冰箱，还是不建议大家选择进口品牌。说实话，现在国产冰箱技术也不差，而且售后服务也能跟得上。从这2点上来看，显然要比进口冰箱性价比高。综上所述，从我家2台冰箱使用体验来看，便宜没好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也并不是说冰箱价格越贵就越好。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，选择风冷变频、双循环制冷、1级能效等级，满足这几个条件，几千元的价位里，同样能挑选着性价比不错的冰箱。要说生活中最重要的电器，如果冰箱排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但实话实说，虽然大家对于如何使用冰箱并不陌生，但多数人对于如何选购冰箱还是一知半解。基本上只看品牌和价格，最终导致要么多花冤枉钱，要么就是买了性能很差的产品，影响使用体验。那么冰箱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坑？我帮大家整理总结了8点选购攻略，让你少交智商税。1. 不买制冷冰箱。冰箱的制冷方式分为制冷、风冷和混冷，除非是出租房或是临时过渡用，买制冷冰箱就是图便宜。自己家用的话全是缺点，容量小也就算了，关键还得定期除冰霜。普通家庭就认准风冷冰箱，容量大，款式多，关键它还不结霜。当然，如果条件上来了，就买混冷冰箱，除了贵，没啥缺点。2. 容量买大不买小。别相信什么按照家庭人口数量买，但凡是买了小容量冰箱的，就没有不后悔的。谁家过日子还没个剩菜剩饭，遇到逢年过节的想囤点年货，更是放不下。除非家里的位置有限，否则的话，冰箱肯定是容量越大越好用。即使是2口人，也建议400升起步。3. 不买高能耗的。冰箱作为24小时不断电的电器，肯定是能耗等级越高越省电。所以原则上来讲，能买1级能效，不买2级能效，两者之间也差不了几百块钱。尤其是国产冰箱，认准1级能效准没错。这么说吧，相同消耗功率下，1级比2级全天至少要节省 1.5 度电，1年下来也要接近600度电。4. 不买定频的。任何电器产品只要是定频压缩机，统统只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便宜，其他剩下的全是缺点，冰箱也不例外。费电、噪音大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温控也不精准，温差变化特别大，所以千万别为了省钱去买定频。但变频冰箱也有坑，要认准双变频，不买单变频，就是冰霜的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变频的。5. 不买单循环的。都知道双制冷循环的冰箱保鲜效果更好，更不容易串味，但选双循环冰箱也容易踩坑，要买冷藏室和冷冻室都是独立循环的那种，而不是双风路循环。说白了就是冰箱有2个蒸发器和2个风扇。当然3循环制冷的更好，但价格也贵，没那个必要。
6. 不买对开门的。左右对开门冰箱虽然容量大，颜值也简洁大气，但内部存储空间极不合理，冷藏和冷冻室横向空间都偏窄，实际利用率不高，而且打开一侧门还会泄漏很多冷气，超级费电。想要更精细化的存储分区，就买十字门；想要横向空间大，就去买法式多门。7. 不买伪嵌入式冰箱。嵌入式冰箱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，而且装修颜值也高。但选择嵌入式冰箱一定要注意2点：第一，冰箱的厚度不要超过60公分，不然就会突出橱柜，又丑又突兀。第二，要选择底部散热的，这样才能做到与柜体严丝合缝，避免了两侧流散热缝的尴尬。8. 不买太贵的。冰箱说到底不过是个存储食物的电器，只要能满足家庭需求即可，真没必要买太贵的。尤其是一些高端的进口品牌冰箱，动辄万元以上，很多还是单循环系统的纯的智商税。现在国产品牌冰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普通家庭认准海尔、美的、荣升即可，3、4千元价位就能买到配置保鲜和净味技术的产品，性价比非常高。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冰箱选购8不买原则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当然，每个人的需求和预算都不一样，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冰箱。最后，也希望朋友们都能买到一台称心如意且耐用的冰箱。